大家好，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11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订阅我们的频道啊，支持我们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乌克兰东部红军城的事态越来越引发全球强烈的关注，网络上的热闹程度啊，堪比红军城的气氛。众说纷纭，又是大相径庭，搞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来给说法，然后乌军的总司令也跟着出来澄清。而红军城战役又爆出了另一个大热点，将直接影响这座战略要地的安危。波克罗夫斯克又被中文圈称作红军城，说它是当今全球热点也不为过。其实啊，这片地区一直是俄乌的必争之地。从2022年俄军入侵以来呢，这地方就成了双方拉锯战的焦点。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昨天发表声明，以官方和将军的身份清除各种满天飞的谣言。瑟尔斯基表示说，俄军仅在红军城的少数几个地区取得了推进，并且强调俄军攻击的强度确实已经减弱。不过呢，俄军正再次集结5万兵力再战。自10月份以来，俄军在这一地区已经损失了大约3万名士兵，而波克罗夫斯克红军城周边的局势呢，仍然是被乌军控制着。不过，所谓听话听音呢，从乌军总司令的另外一句话里，倒是听出了红军城的危险处境。瑟尔斯基表示说，乌军第425突击团已经部署到了波克罗夫斯克，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乌军都备有 B 计划和 C 计划。瑟尔斯基啊，是乌军内呢公认的最懂陆军作战的指挥官，他指挥的最著名的战役就是3年前俄军大举围攻基辅的那个基辅保卫战，而后来的哈尔科夫大反攻也是他主导指挥的，可以说啊是一战成名。他也因此呢被称为是基辅之剑。因此，连一众的小粉红讽刺乌克兰军队的时候，都会有意的跳过瑟尔斯基，因为他们自己都知道不好编理由。怎么世界第2大军事强国的万人大军，当年在基辅不但72小时没拿下基辅，还被瑟尔斯基给打跑了呢？瑟尔斯基直接提到乌军在红军城有 B 计划和 C 计划，至少说明他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军事领袖。而瑟尔斯基提到的另一件事，等于是透露了在红军城外另一场有关此城生死的战役。乌军总司令是这么说的，他说波克罗夫斯克的后勤补给线呢，现在已经恢复了。我们可以看看这幅呢战事的示意图，这里呢就是红军城。那么离红军城最近的它的卫星城有一个叫米尔诺格拉德，这里这个呢是被外界曾经忽略的一个地方，但这几天曾经有一场决定红军城生死的大战。瑟尔斯基之所以说红军城的后勤补给线已经恢复，就是因为乌军打退了突袭这个米尔诺格拉德的俄军，并且呢，乌克兰的驻军呢不但补充了武器弹药，还完成了部队的轮调，并且安全地撤离了伤员，守住这里。那么作为红军城的大后方，红军城才有持续坚守和反击的底蕴。可能有观众会想说，你把红军城之战说得多么残酷艰巨，到底红军城里面是怎么个打法？我们还是没有个直观的这种感受啊。那么下面这个视频就是守护红军城的乌克兰的第155机械化旅的士兵在市区和郊区夜以继日和俄军作战的一些场景。
同一时间，打击对方的补给线仍然是最重要的战术之一。今天，乌军在红军城附近的一条补给线上发现了一架伪装在那里的俄罗斯的光纤无人机。乌军士兵是悄悄地接近，切断了光纤，并且冒着生命危险取下了他的弹头。Ось вам класичний приклад, блядь. Ломай, да, ломай. Та Артур, не скрути. Ми її вже зламали, вроді би. Достань ножниці ще раз пообрізати, переконатися. Чекайте, подивіться, що йде до РТГ. Накольник. Накольник? Все, заєбісь. Плата є. Він не радіо, радіо немає в нього ніякого. Ні, немає. Не дає. Вже є, бо я взяв. Потримай рушницю. Ззаді морду його розкриває, цього накольника. Чекайте морду. Акумулятор треба зняти. Зараз. Знімай акумулятор, да. Знімай ізоленту і витягуй кадешку, і на тому всі діла. Ну от і все, заєбісь. Стояв прямо на дорозі, блядь. Він, мабуть, сам охуєв, не поняв, що таке сталося. Раз і зображення пропало. Такі діла. Все? Все. Кусочок цього. Що? Приклеїти.根据守卫红军城城区的乌克兰第7空降突击团的报告，最近一周，俄军一共对他们团呢发动了132次攻击，一天平均20次的攻击。而第7空降突击团呢，在战斗中打死打伤了近372名俄军，摧毁了1辆坦克和3辆装甲车，外加23辆汽车和摩托车。最激烈的这个战斗是集中在红军城的这个北部的工业区，那里呢是旧厂房林立，巷战非常激烈。俄军是试图突破乌军在市区北部的防御阵线。我们来看第7空降突击团发布的一个战斗场面。天气变化时节，身体最需要保养，可以考虑普瑞堂的选宝黑参。选宝黑参有2种产品，一种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黑参，真空包装，送礼体面；另外一种是口服液。2种产品的原料都是用韩国产的6年根的高丽参，再经过传统古法酿造而成。很多用过选宝黑参的朋友都体会到黑参补充体力和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电视下方的链接，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然后输入给我们观众的专用优惠码，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如果您购买500美元的普瑞堂的产品，还可以获赠1根选宝黑参的原根。
为了拿下红军城，俄军不但调配其他战线的部队前来助战，各类的火炮和导弹更是纷纷地砸向红军城。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轰炸红军城的市区的视频，以及用他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向红军城附近的乌军防空车队实施打击，摧毁了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叫 M901 导弹发射站。因为多年的征战，连号称第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军队也出现了武器严重短缺的现象。一段传出的视频显示轰击红军城的好几辆的俄军多管火箭炮在发射的时候接连出现炸膛的现象。有知情者表示说，俄罗斯的军工在赶工的情况下造出来的东西，在战场上要不出问题，那才叫怪了。俄军的几辆多管火箭炮在对红军阵地拖进俄军这不就是自己找自找？那么，已经鏖战好几个月的红军城，城内市区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呢？正好有一段乌军第425独立突击团换防时拍下的视频，能让大家看清红军城的北部街道两边的样子。很多俄罗斯人并没有意识到，在乌克兰战争中，俄军牺牲的人数有多庞大。一位俄罗斯的网红透露说，仅仅是为了攻占红军城和巴赫穆特这两座小城，已经牺牲了8万到10万名俄罗斯的战士。Интересный факт, насколько россияне не осознают, сколько людей умирает на войне. Давайте я вам пример небольшой приведу. Вот мне сейчас попался ролик Зетника, который называет «Потери в боях за город Покровск». Кто не следит, сейчас Россия пытается всеми силами захватить город Покровск, как когда-то и Бахмут, если вы помните. Так вот, он сказал, что потери сопоставимые, а тогда умерло примерно 40-5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Это они сами эти цифры называют. То есть это два маленьких города, где до войны жило примерно 6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Сами понимаете, да, что такое 6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это ПГТ,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И вот за два маленьких города Россия уже убила своих военных 80-10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Россия убила, еще раз говорю, это не Украина их убила, их Россия убила. Чтобы вы понимали масштаб пиздеца, да что такое, да, 10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кажется, Герма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когда захватывала Норвегию, Францию и Польшу, потеряла меньше людей, чем Россия за два вот этих вот маленьких города. Ну, за что, я просто не понимаю. Ну, для чего? Чтобы что? 也许俄罗斯国内越来越多人开始了解俄乌战争对俄罗斯人的伤害，并且怀疑这场战争的合理与正义性。普京政府也明显越来越心里不踏实，应该是忽然想起了那个友谊无上限的中共国的手段，偷师一下徒弟也未尝不可。于是11月8号夜里，普京政府悄无声息地通过了一个法案，给了国家通讯监督局一个和中共国家网信办一样的全权大礼包。什么礼包呢？从明年3月1日起，
俄罗斯国家通讯监督局能控制任何的电信商，透过国家控制的技术系统呢，转向网络的流量，能变更数据路由路径，过滤呢，封锁任何不想让人们看到的内容。它急了的话，还可以主动接管整个的网络，甚至直接断开俄罗斯与全球互联网的连接。而官方美其名曰是为了保障稳定性与完整性。从此，俄罗斯的长城防火墙算是全面建立和实施了，确保200斤和普大帝眼睛里和耳朵里全部是伟大、光荣、正确，没有任何杂音的，可以携手走向150岁了。以前在俄罗斯的网络上虽然像脸书、推特等都被封了，但是用 VPN 只要腰腿灵活点，还能翻个墙。很快就不只是封个别网站了，只要普京不高兴，俄罗斯可以全国黑屏，流量全转为内网，任何威胁的内容、反战贴对普京的怨言贴已经影响当大帝心情的那些内容，通通的删掉。俄罗斯从2019年搞所谓的主权网络法开始，先装了监控设备，到2022年发动侵乌战争开打之后，这个网络的封锁马上就升级，一大堆的西方网站被封了。现在可是属于推出了终极版，不止防外还控内。大家有没有发现怎么所有搞独裁的国家走着走着都是一个路数？看来俄罗斯很快可能就要和什么华为、中兴携手，在看管人类的方面是遥遥领先了。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当年苏联有多强大呀？强到了没有人会想到它一夜之间会垮了。昨天普京去某个地方参观的视频一发布，2个现象让俄罗斯人是议论纷纷。先是这位一直表现得极度自信的普大帝被发现需要穿一双古怪的高跟鞋来彰显他的伟岸了。可惜即使是穿了高跟，也比旁边的女士低半个头。我估计这女子这么不懂事儿，很难再有发展前途了。俄罗斯人发现的另一个细节更是引来炸锅式的反应。视频中73岁的普京，这个右手肿胀的像香肠，手指是很不自然的这样弯曲着，手背的这个状态更是吓人，静脉鼓起来像蚯蚓一般，皮肤更是肿胀粗糙。普京从99年刚上台时一副铁人形象，2022年宣布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再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就开始手抖，被疑为是罹患了帕金森症。而如今这位普大帝之手更被讽刺为是俄罗斯现状的真实缩影。好了，这一次的时事金草苗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需要您持续的支持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直接给我们支持，就更加感谢了。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